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森森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探寻一座修建于南宋时期的古墓。据说在当年曾经考古的时候呢，因为它独特的这个造型设计啊，就惊艳到了在场所有的人。这在以往的考古挖掘当中都是比较罕见的一种存在，而且似乎在古墓里面还有某种神秘的故事。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古墓呢？我们就一块儿去一睹真容。今天又是非常炎热的一天，我已经在这个村里面和这个森林里面找了快2个小时的时间了，现在已经快要1点半了。原本说是来到村里面呢，就找村人问一下这古墓具体的位置，结果没想到村里面的人比较的少，好不容易在田里面呢看到有插秧的村民，然后一问呢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有一些呢给我讲了大概的方位，但是我仍然还是找不到，然后在村里面到处的瞎逛。总算是刚才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年长的人，问了一下他告诉我呢，就是沿着这条小路一直走到这个山坡的底下就能发现。如果没有他的指引的话，今天我估计一天都找不到。你看这条路平时来的人应该很少，不仅是很荒，而且这个石板路也特别的滑。这石板路非常的滑，我们还得走过来一点，只要踩滑的话就跟着掉下去了。你看很长的石板路应该就在这下面。我想我已经找到这个古墓群了，你看它还在这个石壁的旁边，一共有3座，1、2、3，这3座石墓群我感觉应该是一个家族的合葬墓，他们就建在这个岩壁的底下，现在全部呢都装上了铁门。在这个铁门上面竟然还有2把锁，里面是一个长方形的，大约有5、6个平方米左右，底下是一整块石棺板。以前的那个石棺呢就放在这个上面，不过现在已经全部消失不见了。对面的那个墙壁上面有一个2柱1间的建筑，上面是仿木式的斗拱，挺精美的。不过特别奇怪的是，你看那个墙壁上面竟然有一个很大的洞，不知道是以前的盗墓者进来把那个雕像给盗走了，还是说后来的人把它破坏了呢？两边是一些花卉的浮雕，上面还有对称式的龙头，处处都能彰显这种精美。我感觉应该是墓主人他夫人的墓室吧，但挂上了2把锁，难道这里面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？虽然这个锁已经比较的锈拙了，但是依然比较的坚固。中间这应该就是墓主人的墓室了吧？不对你看这个墓室从它的大小还有里面的建筑和一些雕花来看，和第一个墓室可以说是一模一样，所以我感觉这有可能是墓主人的家人，又或者说是他的另外一个夫人或小妾的墓室吧，依然比较的精美。你看地上有很多的建筑的一些构件，这里还有一个木门，底下的圆形的石槽，说明在过去呢，这个木门呢是可以打开的，但现在已经都被破坏以后堆在这个墓的旁边了。那边这里还有这个木门，上面已经都没了，底下这里是一些花卉，我想这应该是牡丹花吧。你看它对称式的交织在一起，头冲上是不是蛮精致的？这个应该就是主室了。这里面的空间非常的大，上面是弧形的，而且是多边形的这种仿木式的结构。据说这个墓室它修建于南宋时期，
而且呢，在当年呢，这种崖木式的开凿不仅精致啊，而且还非常的独特。哇！你看这锁，我发现好像是被人破坏过的，这锁上面有被烧过的痕迹，而且好像已经没有在这锁上了。开了。没想到啊，在过去这个古墓遭到了盗窃，现在即便是装上铁门以后，这个古墓啊还是被破坏了。走，进去看一下。哇，你看周围全部都是雕花的一些装饰，地面有一块更大的石棺台，也是一个整体，这比刚才那个大多了。这里面啊，一共是5柱7间，就像是一个宫殿一样，每一根立柱上面都有莲花，一直通天。最顶上呢是一个龙头。在进门处啊，这里有些文字，下面看不太清楚了，好像是山山水水重重复吧。这边也刻有些文字，子子孙孙世世贤啊。我感觉啊，这很有可能呢是一副对联，山山水水重重复，是不是有点像一种万物的重生，又或者说是一种轮回呢？而旁边的这个子子孙孙世世贤，给人的感觉呢，很像是墓主人对他后代的一种希望。它就雕刻在这个进门之处，这很有可能是一副楹联。你看底下这里啊，还有一个像天使一样的人，旁边那个地方也有一个是对称的，他双手啊抱在胸口，你看他的头发是向后梳起的一种发髻，但又与仙女的差别很大。他的肩膀上长着一对大大的翅膀，后面还有雕有云朵，感觉像在天空中翱翔一样。而双手呢握在胸前，细长的身体啊拖着长长的尾巴，身上还有鳞片，所以我感觉啊更像是童话世界当中的那种美人鱼吧。但是你看它底下呢，这里却有一双脚，这又有点像是中国神话故事《山海经》里面所记载的那种羽人。你看对羽人的描述，就说它是人头鸟身，而当它羽化成仙以后呢，常常都是长生不老的一种标志。在三星堆里面就大量的出现过羽人的记载，所以我感觉啊，这个墓主人呢，在左右两边雕刻的这个羽人啊，很有可能是希望让这个羽人呢带墓主人啊升天、长生不老，有这样的一种期望吧。周围这里还有青龙，这个是朱雀、玄武和白虎，应该是化灾驱邪、保佑墓主人的4大神兽啊。另外上面还有花卉啊、牡丹、荷花之类的，感觉特别的富贵与吉祥。而在这一面呢，是一个像侍从一样的人，他扶着一幅画，里面呢，你看有仙鹤，还有莲菊，是不是栩栩如生？而在这个古墓最精彩、最极致的地方呢，就在于它的顶部了。你看，是由8个菱形的图案组成的一个顶，而这个顶呢，它又是这种弧形的，是不是很像西方的那种教堂里面的穹顶？特别的极致啊！这种造型啊，不知道有何用意，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古代的占卜术？真是让人啊有无限的遐想。你看，这是古墓的正中心了，在中间这里啊，有一个半掩着的窗门，
窗门啊，虽然上面被破坏了，但是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？你想，上一次我们在河南古墓博物馆也看到过这样的一些图案，是有一个女子扮演着门，然后把头呢伸出来，说明这里面啊还有东西。那这个扮演着的花窗，是不是里面也会有什么东西呢？所以我感觉啊，这个古墓里面，它好像是隐藏着某种建筑的密码。你看，既有立柱，还有一些窗雕，以及各种神社、斗拱，还有上面的这种穹顶。虽然以前啊，我们看过大量的这种古墓，但像这种造型的，还真是第一次看到。两边的立柱上面又能看到有文字了：大宋开禧春造记。右边呢，刻上的是南阳，看不太清楚这个字，天凤廊寿堂，这应该又是一副对联吧？虽然这个墓主人的身份啊，我完全不得而知，可是我们从历史文献不难发现的是，在南宋的开禧元年啊，当时就派兵北伐金国，可是呢，连战连败，而开禧年间的南阳呢，又已经被金国所侵占了。由此可以推断，该墓主人的身份呢，可能是南阳籍贯的人。因为过世的时候不能落叶归根，所以对家乡的这种思念呢，这个墓主人也许就将他的时间、年代，包括姓名啊，全部都雕刻到了古墓当中。而这种崖墓呢，在战国时期吧，应该就已经开始出现了。而在西汉的时候呢，可以说是迅速的发展。到了东汉的时候，已经达到了一个鼎盛的时期。然后经蜀汉两晋南北朝，延续到了唐宋时期吧。而有明确纪年与地名题刻的却很少。那这里呢，算是一处了吧？其实我觉得古墓呢，不仅仅是提供死者长眠休息的地方，而这些精美的浮雕，还有美轮美奂的一些雕刻，那可真是让人大开眼界，又或者说是一种艺术的瑰宝吧。站在这里，完全就是一种视觉的享受，仿佛呢穿越到了古代一样。可惜啊，这里又被破坏了。那你想，古代的那些人呢？他们又没有网络，又没有各种资料可查询，难道就是凭借着那些神话传说，就绘制出了这样的一些东西吗？那可真是太神奇了。好吧，那这个古墓也就是这样了。那我是阿生，我的旅行呢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啊，好吧，刚刚啊，从古墓里面出来，哎呀，你看我现在全身啊，哎呀，完全被那个蚊子啊，都已经咬肿了，哎呀，现在不仅是满身大汗，而且还满身特别的痒，哎呀，那个痒起来啊，真是特别难受的一件事情。
瘙痒难忍啊！刚才我在录的时候，其实我一直举着这个机器啊，就有很多的蚊子，全部都围了过来。我当时别人说的时候，我就曾经看到我这手上啊，估计得有10只蚊子以上吧。还有一些蚊子就明显能感觉到它飞到我的耳边呢。现在不过总算是拍到了。就在那个山坡的底下。这夏天一来呀，这蚊虫啊，真是特别的讨厌。我其实全身带了很多的装备，像喷蚊虫的啊、擦的啊，还有那种驱蚊的电子设备吧。我发现，尤其是在我身上啊，一点都没有任何作用。那蚊子还是继续会飞过来。以前我曾经拍的时候，还会带那个，就是蚊香，就是一盘一盘的那种，就比较老旧的那种，点上以后有很多的烟。不过今天没有带，整个身上啊已经完全被咬肿了，太难受了。这也算是一种修行吧。以前我曾经也是拍一个古墓吧，还是拍什么我忘记了。当时就看到有一个僧人啊，在那个池塘边修行。你知道他怎么修行吗？他就坐在一个亭子里面，然后禅坐着。你想那个夏天啊，在池塘边那得有多少的蚊子啊，全部都在他的身旁飞来飞去，或者说是对着他叮咬吧。然后他就一直禅坐在那个地方。我专门看了一下，估计得做10分钟或者说是15分钟吧。完了以后，你知道僧人怎么办吗？哇！就那个猴子挠痒痒的，还是忍不住啊！这确实没办法。所以这个蚊虫啊，特别是在南方地区，你看周围啊全是森林，这底下是一片池塘和瀑布吧。刚才那个古墓就那个底下。手又举不动了，现在我得先上车了。今天拍了好长的时间。从1点半啊，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现在7点半了。我沿途拍摄的时候，拍着拍着，那个电池没电了，然后我得赶紧充电。我带了3颗电池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今天天气可能太热了，这电量很快就消耗没了。有一颗电池可能拍了5分钟不到吧，就没电了。然后我等那个电池充电啊，充了以后，然后再接着拍。好吧，现在车就在前面了。今晚得早点回去，好好的洗一下。那全身啊，我感觉全部是毒，然后扒一下火罐，把那些毒素全部都拔出来吧。好吧，那今天就是这样了。那我们下期见。这户人家开门了，下午停在这里的时候，门都是关上的。然后下午这个天气啊，太阳特别的大，我要把车停在这棵树下的。找到了，好吧，拜。